日本平均每年會發生1500次地震，單係鹿兒島喺短短13日內已經錄得過千次地震。而日本氣象廳公佈，南海區域喺未來30年內發生大地震嘅機率上升至80%，仲多過交通意外，危在旦夕。但係唔通叫咁多香港人成世都唔好再返鄉下咩？就算你信唔信7月5嘅預言都好，你避得一次，仲有千千萬萬次。防災？防咩災啊？冇咩災，冇咩災嘅啫喎。防咩災啊？而家先嚟學防災，大咗步啦，有心唔怕遲。やりますか？即場示範18禁喎咩啊？所以今集防災小先鋒阿慈就會請教日本同埋香港嘅防災事。究竟遇上地震，我哋要點樣自保？如果斷水、斷電、斷糧，究竟邊種防災物品先係最有用呢？日本邊啲地方有得買呢？最後介紹逃生必備嘅走佬袋，你總有一日會用得着。行きましょう。喂，歡迎收睇時長新聞，我係魏記者，為大家親身到訪日本千葉縣嘅呢一間防災用品店去一探究竟啊！佢就叫防災房防災農場。は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私は知で。請問下田中先生有冇睇過呢本漫畫？知唔知日本7月5號地震預言呢個東東呢？はい、もちろん存じてます。この本も持っています。你係信唔信呢個預言，同埋驚唔驚日本地震呢？そうですね。日本というのは災害が多い国なので、こういった予言というよりももう日々いつ起こるかわからないっていう狀態なんですね。だからそれに備えて準備をしてるっていう形です。第一，要準備好頭盔。地震發生嘅時候，最緊要就係保護你嘅頭部、頸部嘅安全。何かあった時にこれをやってかぶせる。3、2、1，我以為飯盒先可以摺疊嘅啫，估唔到頭盔咁硬嘅質地佢都可以摺疊，仲要摺到成本書 A4 size 咁，方便攝喺啲包包啊、櫃啊，返工返學禮手就用啊。呢一個頭盔嘅特點呢，硬淨、防撞擊，仲可以防電啊。これもヘルメット。哦，これはよく座布団と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お尻の下に引くとか。係歡迎大家平時擺喺梳化下面可以坐住，但喺屋企睇緊電視，一有地震即刻大。哦，哇！師兄，你生到成個蚊香咁嘅。不過其實你又輕又防火，就算塑膠製，依然防撞力嘅高。咁當地咧有出名嘅 Rugby team 啦，而呢一隻公仔就係佢哋嘅吉祥物啦。咁相傳啊，啲人都會戴住呢個頭盔去支持佢哋嘅 Rugby team 比賽。我哋示範下。3、2、1，支持！如果有香港人想去日本旅行威，不妨就戴多個頭盔，學佢哋隨身帶出街，200零蚊買個安心。我推薦。第二係流動廁所，因為遇到災難就會停水停電，馬桶沖唔到水，但人有三急嘅話，要點解決呢？そういった時に簡易トイレっていうものを使うための場所。断水してしまったトイレに袋をかぶせて使うんですね。で、中にはこういうポケットティッシュ1回分で切れ目で切る。やりますか？即場示範18禁喎咩啊？而家田中先生就為我哋即場示範，如果喺災難嘅時候大解或者小解應該點樣解決呢？咁我哋即場示範下呢個科學實驗，究竟吸水力有幾強呢？係麻煩晒啦。哦，でこういう風にさっきのこのペーパーが水を吸うと中でこうやってゼリーに。哦，真係可以坐㗎，會唔會坐爛㗎130キロ。130公斤嘅人都可以坐上去喎，我可能多過佢呢。幾實正喎！哦，其實除咗防災用之外，都好適合去露營、坐長途車、交通擠塞嘅時候做緊急廁所用。如果想平啲，就可以淨係買垃圾袋或者凝固劑，倒落去就會凝固啲尿液，方便啲抌，適合啲膀胱比較發達嘅人啊。或者有時香港啲大廈成日停水都用得着喎。其實90蚊有10個，即係9蚊一次去廁所，但係就記得帶埋垃圾膠袋遮一遮啦。如果唔係真係要付費解鎖擺入會員片喎。但係我知道咧，呢一間防災用品專門店咧，其實係深入虎穴嘅喎，因為原來起喺海拔0米嘅地方。我想問你哋唔驚會俾海水浸親嘅咩？そうですね。やっぱりこの辺は水害の地域になりますので、それぞれ皆さんが水害に対する準備を行っているという形です。明白，即係越危險嘅地方係越安全嘅。咁既然呢個地方咧係充滿水災嘅危機，咁我都知道呢間專門店咧係專出咗可以令自己浮起嘅裝備嘅。このビートボードっていうリュックはですね、今後まずこの生地がテントと同じ生地なので、可唔可以摸下？いいですよ、どうぞ。哦，係一層防水嘅物料啦，因為呢個係防水專用，所以好合理嘅。佢係入邊已經內有一層物料，係好似浮板咁嘅質地啦，所以好容易令人浮嘅。これは日常使いって言われるもので、通常遊びに行ったりとか
そういう時にこのリュックを使ってお出かけしてもらう。原來佢仲有個得意功能，好得意功能啊，唔係特異功能啊，就係喺個底部可以裝水儲水㗎，必要時拎嚟飲啊。但係閒閒地都成千蚊一個，我覺得都係比較適合住喺低洼地區嘅日本居民算啦。呢個獨家產品 Coco 段。佢係一個感震嘅 breaker， 如果遇上5級地震嘅話咧，呢個 Coco 段佢就會自動 detect 到，然之後幫你斷晒屋企嘅電，咁你屋企就唔會怕漏電啊、發生火災等等嘅意外環生啦。咁我示範一次先啊 ，earthquake， 哦，如果少少，我慢慢加強個幅度睇下，測試下。防災用の笛、ピーってこういう風に。笛は持ち運ぶのが大切。咁呢一個熱賣嘅防災笛子就係相當輕便同埋實用。例如喺地震嘅時候，好多瓦礫墜落啊，可能你困住咗走唔出嘅時候，咁呢一個防災笛子就相當有用啦。你可以嗶嗶揾人求救，咁大家就知道你發出信號嘅位置啦。こちらは停電した時とかに使えるライトになってます。例えばこういう小さなライトでもすごく明るいんですよ。目がやられちゃうぐらい。打咩？哇！真係有啲殘眼。反而呢啲應急照明嘅嘢係最易俾人忽視嘅。其實依家香港都成日停電，60蚊一個，絕對買得過。終於講到最期待嘅防災食品，好好食咁啊！呢啲開始です㗎，好想試啊！咁呢啲防災食品嘅獨特之處呢，可以存放嘅期限係好長嘅，短則5年，長則係甚至25年嘅，擺到2030年。呢個係可以擺5年，呢個就可以擺7年嘅。但我聽日就食噶咯喎。顧名思義，見到12，即係佢係可以擺12 years。咁我想問你有冇飲過啊？例如喺第11年嘅時候飲過，佢會唔會變味㗎？あります。普通に飲めます。佢嘅味道係點㗎？我想問你飲完。嗰個味正常嘅。哦，正常水嚟嘅，唔好意思啊。咁通常日本嘅居民呢，起碼會儲存呢啲防災水1日3 lit 嘅份量，而食物起碼要囤積到至少1星期或以上嘅份量，咁先會夠安心保障。400 yen 即係20蚊港幣左右，即係平過你落街去便利店買個飯係咪？買超級美味嘅麵包，我要買，我要。麵包富翁我過嚟根本就可以做，買咁多包包就係想同最中意食包包嘅小蠻子一齊開箱，仲買埋發熱包，方便唔使沖水都可以即刻食到暖粒粒嘅飯。死啦！唔可以流出啊！呢個片段呢度 cut 咗啦。記得 subscribe 阿慈嘅 channel 收睇下一集啦。阿里加多，如果大家想買以上嘅產品呢，歡迎你網購，因為香港係冇得買啊。但係好彩有海外送貨，又或者其實日本仲有好多連鎖鋪頭都有防災專區，例如 Big Camera、Donkey、Loft， 甚至係無印都有推出防災包包。首先比較特別嘅就係呢個太陽能充電，甚至係呢個比較有趣嘅係，只要加鹽同埋水就可以發電，仲可以充手機添。我見到佢，你見唔見到佢係用手指套刷牙？冇水嘅煩惱嘅時候，你都可以用呢個嚟刷牙。我想試下咯，20零蚊港幣刷3日牙。叫小嫲同我一齊開完箱食嘢，跟住一齊刷牙。跟住聞下大家有冇口臭？呢個係咩東東呢？記得帶埋隻貓求生啊！相簿啊？唔係呢個廁所。吓？佢唔係裝飾嚟㗎？做住裝飾品先，跟住有事嘅時候可以攞嚟做廁所。幾有計喎啲商家，有計到出埋走佬袋啊，即係緊急逃生包。So I have a little package like a backpack near my doorstep. So if anything happened, I can just grab that and run. 我哋就嚟開箱下呢個價值1200蚊、2人份量用、物資最齊全嘅逃生包，究竟入邊有咩東東？多謝我昨日有人提供。首先可以保存5年嘅即食餅乾、飯同埋水，急救包、氣墊床鋪、枕袋、電池、電線、暖包、緊急廁所，大小解都可以用到。防火手套、雨衣、供水袋、哨子、萬用刀，有收音機功能嘅燈。咦 ，sorry， 仲有警報功能。最好就自己攝埋張地圖，寫低你個區嘅避難所資訊同埋緊急聯絡人資料，咁就萬無一失啦。成個包包補晒你斷水斷電要用嘅應急物資，1200蚊，咩都唔使諗。你哋又覺得買唔買得過呢？不過市面上好多走佬袋都係大概呢個價位，1分錢1分貨啊！有興趣嘅朋友仔可以跟我朋友仔去 Amazon 買嘅佢。話時話，揾翻我朋友仔田中先生傾下偈。田中先生，以我所知你係防災士嚟嘅，你可唔可以介紹下咩嚟嘅呢？呢個日本でいう防災士っていうのは災害が起きた時にその救助の助けに行ったりとかボランティア活動をしたりとか
あとは災害が起きる前にどういう対策が取れるかっていうのを教えたりとかをする資格です。喺日本，原來已經有超過32萬個人考獲防災士嘅資格，主要嘅職責就係自己救自己，救完自己救其他人，然之後教其他人救其他人，同埋教其他人救自己。はい、単管挿入，単管挿入。全部都要經過防災士機構訓練同埋認證。不過香港暫時就冇呢個制度啦，只有民間組織自己開發防災士培訓。佢就係，仲有我哋嘅求生防災導師張清峰師傅。我就係冇嘢食都要食字嘅阿慈。順便邀請清風老師一齊傾下偈先。假如香港人都想考防災士嘅話，究竟香港有冇得考嘅呢？其實我哋協會咧24年嘅時候已經開始推香港防災士嘅訓練計劃㗎啦。香港以往冇一啲俾大人嘅防災課程咧，兩個角色嘅啫，就係自助同埋互助啦。因為台灣、日本都好啦，其實都會好鼓勵，如果你見到身邊嘅人有需要，就去幫佢哋手啊，又或者大家會喺災區 share 物資，同埋你社會好多啲長者啊、孕婦啊、小朋友咧，叫弱勢社群。田中先生都話唔使驚啊，大家可以放心向日本人求助。もし仮に日本に遊びに来てそういった災害に巻き込まれたとしても周りの人がきっと助けてくれると思います。日本ならではの文化かなと思います。但如果 touch wood 香港人真係喺日本旅行嘅時候遇到地震，我哋要點樣自保呢？緊遵呢一個嘅地震三部曲：趴低、遮住同埋穩固。趴低就穩定自己重心，唔好周圍跌先。跟住第二步就係揾一啲室內穩固嘅家具，即係台底啊、床下底啊、凳底啊，去遮住自己，等嗰啲高空墜物啊唔會壓傷自己。當嗰個大廈搖嘅時候咧，可能張台咧你遮下佢自己走咗，咁所以就要揾手去穩固嗰張台。同樣係防災士嘅田中先生，原來當年經歷311地震嘅時候都完全唔識呢啲㗎。その当時はまだ防災士も持ってなくて、この会社でも働いてなかったんで、まだ学生だったので家にいたんですよ。で家にいた時にその地震が起きて、僕はすぐ外に出たんで、災害のやっぱり怖さを体験して揃えないとなっていうのは感じましたね。你驚唔驚地震？そうですね、そういった予言があると非常に怖いですけれども、でも日本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いつ来るかわからない状態なんですよ。なので大きな災害がもしかしたら明日来るかもしれないし、今來るかもしれないんですよ。正正因為唔知啲災難幾時會殺到埋身，所以先要做好周全嘅準備。而清風老師都話，最驚就係嗰啲連提前準備都冇得準備嘅災難啊！我本人最驚啊，其實城市災難係恐怖好多嘅，車禍啦、船難啦、或者空難，印度空難啦，韓國濟州機場啊又有空難啦，幾百人。得1-2個生還嘅啫喎，嗰啲真係靠彩數嘅喎，即係喺你控制能力範圍以外做到嘅，其實好少噶嘛。一啲天然災害啦、颱風、水災，就算你話地震啊、海嘯嗰啲，都會有物資、有演習等等嘅嘢啦。咁但係呢啲城市嘅事故啊、人踩人嗰啲，得幾秒嘅啫喎，你好難去做到啲咩嘅反應，咁所以做得嘅就盡做咯。所以地震呢啲天災最可怕嘅地方，就係當刻我哋完全唔知要做啲乜嘢，但係事實上我哋其實可以做到好多嘢。睇呢條片嘅觀眾，你哋已經知道咗，可以事先準備防災物資、求生包、熟讀地震3部曲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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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share 呢條片出去俾你啲親朋戚友，大家都好應該學識呢啲基本求生技巧，防患未然。唔知你哋又最驚邊一種災難呢？睇完呢條片會唔會又冇咁驚呢？歡迎 comment 講下你哋嘅睇法。想了解多啲嘅觀眾仲可以睇下呢本《港人防災必修課》，suggested by 清風哥。祝大家出入平安，身體健康，遇到地震都唔使慌。下一集我就會同小麻一齊去參觀池袋防災館，體驗強度7級嘅地震。歡迎 like、comment、share、subscribe 阿慈嘅 channel。ガタガタいます，我會翻去好好品嚐㗎啦。我即刻咧，サマでした。拜拜，拜拜。